打野专家有口福了，居然在雪地里捡到了一头驯鹿。突如其来的蛋白质让贝爷有些无从下手，他打算先把鹿皮剥下来，可是由于天气太过寒冷，刚忙活没多久，手套就被冻住了。为了防止手指被冻伤，先在一旁点燃火堆，烤一烤帮硬的小手，等身体暖和下来，加快动作继续开干。很快，一张完美的鹿皮被剥了下来，紧接着割下一块上好的后腿肉，开始准备起今天的午餐。简单烘烤10分钟，浓郁的肉香味就让人忍不住流口水。一口下去鲜嫩多汁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等把周围的熟肉吃完后，继续放上火堆烘烤，狠狠的饱餐一顿。剩余的鹿肉也不能浪费，贝爷打算制作一个雪橇打包带走，在附近找来一些柳树枝，把鹿皮平整的铺在地面上，用粗些的柳枝当做框架，挑选出细柳枝放在火堆上面烤。柳枝受热会更具柔软和韧性，轻轻松松就能弯曲成圆。交叉处用绳子捆绑好。同样的方法，一口气制作出3个，将其分别放在鹿皮的前后和中间位置，用绳子牢牢地捆绑在框架上，外层则是包裹上鹿皮，这就得到了一个结实的雪橇。把没吃完的鹿腿放进去，拖着雪橇开始接下来的挑战。跋涉10几里地，来到了一座山坡上，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，此处的斜坡有200米的落差。看着冻得硬邦邦的雪橇，贝不绕决定玩把大的，直接坐了上去，向着坡底狂冲。好家伙，乘坐这样的雪橇，加速基本靠后，刹车基本靠手，过程可谓是相当的刺激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还是发生在快要抵达坡底时，终究没能逃过翻车的命运。虽然看起来不优雅，但节省了很多体力，在雪橇上吃了一个大亏。暴殄天物的贝爷直接将其丢弃，拿上鹿腿继续前进。很快，前方的一间小屋吸引了他的注意，跑进去一看，只有一些散落的干柴和一双老旧的滑雪板。随着天色渐暗，正好可以在此过夜。带着干柴和火笼，在门口升起火堆，屋顶的雪白白净净。取上一杯烧成热水，掏出背了一路的鹿腿，切下一块放进热水里烹煮，只需等待几分钟，就得到了热腾腾的炖肉。来上一口，肉质鲜美，富有嚼劲，不仅补充了能量，还能让冻僵的身体暖和下来。美美的休整一晚。第二天，用找来的材料改造滑雪板，这可以大大加快前进的速度。没有滑雪杖就用柳枝代替，准备就绪，迈着轻快的步伐出发了。效果比11路强了好几个档次。正当滑得不亦乐乎时，一个重心不稳摔倒在地，起身继续前进，花费半个小时走出树林，惊讶地发现前方是片冰冻的湖泊，粗略估算大概有8公里宽，如果步行过去至少要几小时。突然，贝爷脑海里闪过一个绝妙的点子，拿出了背包里的降落伞，随便捣鼓几下，降落伞就轻松被风撑开，只需要美美的拉着伞绳，便能不费吹灰之力穿越湖面。过了20分钟，终于来到了岸边。由于没有刹车，他只能扑倒让降落伞停止前进。经过了长时间的赶路，肚子不争气的叫了起来。吃货贝把目光对准了雪地里的红莓台子，它们是唯一能在这里生长的植物，虽然不是蛋白质，但也能补充一点能量和维生素 C。吃得正过瘾时，却发现地上掺和了以假乱真的驯鹿粪便，这要是吃错了，蛋白质可比不上牛肉的好几倍。顺着轨迹发现了清晰的驯鹿脚印，等来到一处高地，看到了成群的驯鹿，粗略估算，下面至少有50头蛋白质大餐，要是能逮上一头，此次的打野之旅也算没有白来。但现在身处背风面，直接靠近野王的气味肯定会被嗅到，并且驯鹿奔跑的速度是人类的10倍，想要徒手逮到几乎不可能。贝爷只能悄悄转到他们的必经之路，利用绳子制作了一个套索陷阱，当心灵敏度不够，还亲身测试了一下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顺着原路返回，在被发现之前，爆发出强大的气势，迅速从山坡冲下去，凭借着一己之力，将驯鹿群往陷阱的方向赶。等待了5分钟，回去一看，果然捡到了大便宜，这可把吃货贝乐疯了。为了帮助小家伙脱离苦海，贝爷麻溜的将其绑在树上，期间还要死死按住鹿角。只要控制住这唯一的武器，也就相当于拿捏住了驯鹿。随后轻轻松松的送他领了盒饭，有了这么一头蛋白质，接下来的2个星期补给不用愁了。为了方便带走，贝爷利用白桦树枝做成了一个雪橇。驯鹿的个头不小，加上雪又很厚，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困难。跋涉没多久，前方出现了一道断崖，停下来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如果带着雪橇根本下不去，而不远处的瀑布旁有条陡坡，那或许是条不错的途径。拖着雪橇赶到指定位置，由于陡坡上都结了冰，下去时一定要非常小心。不料回头一看，发现鹿肉被卡住了，怎么拽也拽不动。摄影大哥看贝爷可怜，好心送上2脚，没曾想用力过猛，直接把肉踹进了底下的河里。好家伙，看着水里的肉，吃货贝的心嘎嘎疼，摄影大哥的心也嘎嘎慌，连忙拯救来之不易的蛋白质，结果一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水里，越挣扎雪坑就越大，冰冷的河水冻得双腿直发麻，短短5秒钟，身体也渐渐的开始僵硬，挣扎了好一会儿，才撑着雪橇爬了上来。经此一事，再不敢惦记水中的蛋白质了，果断放弃鹿肉，继续赶路。等进入林木区后，世界就像静止了一般，没有任何生机，想要再次找到蛋白质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不过机智贝总能想到办法，他盯准了一棵枯死的大树，扒拉掉腐朽的树皮，一只住树甲虫的幼崽被发现，随即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，还没尝出来啥味儿就没了。无奈之下只好继续前进，途中贝爷竟然从兜里掏出了一颗糖果，
当着摄影大哥的面塞进嘴里。这波操作是真麻溜，补充了一些糖分，步伐都轻快了许多。终于在一片雪地里发现了松果，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很多松鼠的脚印，这可把他乐坏了。之前到手的鹿肉没吃上，现在高低得要抓只松鼠开荤，在松树与地面之间搭根木头，并在木头上摆好套索。松鼠都是天生的小懒货，只要给它们搭上一道木桥，就肯定不会费劲绕道，而木桥上的套索正好可以将其拿下。同样的方法，一口气安排了7、8处。在等待的期间，贝爷开始寻找搭建庇护所的地点。他一眼便相中了这棵倒下的枯树，顺着树干支起小树枝当做框架，床垫则是用厚厚的苔藓，这玩意儿可是很好的保温材料。庇护所的缝隙再填补上新鲜的松枝，为了防止身体的热量流失，刨些木屑当做火绒，眨眼的功夫就升起了暖洋洋的火堆，靠着火堆休息一晚。第二天清晨前去检查套索，这只松鼠很聪明，竟然挣脱套索逃跑了。贝爷失望地前往第2处查看，好家伙，隔着老远就看到有动静，靠近一瞅，小松鼠已经被冻得邦邦硬，不用贝爷给它减轻痛苦，直接拿回营地处理，然后放上火堆炙烤。久违的肉香让他两眼直发亮，肥肥嫩嫩，口感鲜美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补充完能量，贝爷继续上路。如果要想逃离这片无人区，就得寻找个制高点发送求救信号。他锁定一处山顶，直线穿越树林前往目的地。这地方冷的贝爷可1分钟都不想待下去。路上意外发现一种名叫大扁桃的可食用植物，绿色的叶子会苦到你怀疑人生，所以必须选择风干的褐色叶子，一口下去嘎嘣脆。虽然补充不了卡路里，但它可是治疗腹泻的好帮手。浅尝几口便开启了爬坡模式，可以利用这些灌木把自己拉上去，每一脚都要踩到10处。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，山坡也越来越陡峭，贝爷只好采用曲折法攀爬。等成功抵达山顶后，他燃起了火堆，制造白烟，发送求救信号。没过多久，天空传来螺旋桨的声音，至此成功获得回家的机票。